祖父，您听我解释。傅九离瞪了一眼一旁看热闹的六皇子。哼，你看六皇子做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说这都是六皇子干的吧？没想到你还是个只会推卸责任的胆小鬼，敢做不敢当，这点担当都没有。听了半天，谢恒才算是听明白了，他好心办了坏事。他是说这李王好端端的不感谢他也就算了，怎么还瞪他呢？原来是这样。沈侯爷，这圣旨就是我向父皇求的，黎王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您别冤枉了他。傅九离，你竟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给你背黑锅，还想娶我孙女儿，下辈子吧。谁毛都没长齐了？本皇子都13岁了，许太傅都说本皇子是大人了。还有，本皇子没有说谎，也没有给谁背黑锅。你别以为你是南阳侯就了。闭嘴！傅九离低声呵斥了一句。谢恒气呼呼的，但终究是闭了嘴，却又忍不住瞪着眼睛看他。本皇子好心帮你，你还凶我。本皇子日后若是再帮你就是猪。小柱子，咱们走。带着小柱子气冲冲的离去了。祖父，小婿可以发誓，绝对没有进宫请旨辞婚。若是小婿今日有一句虚言，就让小婿不得好。傅九离，沈南星跺了跺脚，一声娇喝。傅九离便收了音，不敢再说下去。祖父，我相信他，他说不是他，就定然不是他。祖父，傅九离这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他从不撒谎，也不会。行了，既然你们都为他说话，老夫信他一回就是了。小婿谢过祖父信任。沈老侯爷冷哼一声，不理他。小婿承认，确实有进宫求陛下下旨赐婚的想法，但前提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后，未曾想六皇子擅自做主。若是老夫不同意呢？那小婿便求到您同意为止。你，也罢，你日后切记别让南星受了委屈。请祖父放心，小婿宁愿便是自己受委屈，也不敢让南星受了委屈。沈老侯爷身子一顿，懒得再看他，甩手离去了。黎王府和南阳侯府紧锣密鼓忙碌了3个月后，终于迎来了2人的大婚。这一日，全城百姓倾巢出动了，迎亲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队伍最前头，向来一袭黑衣的男人，今日破天荒穿了一身大红喜袍，骑在扎着大红花的雄健骏马上。平日里总是冷冰冰的面上，头一次弥漫着压都压不住的喜意。南阳侯府，沈南星一身大红嫁衣，坐在铜镜前，任由丫鬟们为他戴上满头珠翠。沈明从门外走了进来，他的脸经过这段时日的休养，已经完全好了。妹妹，哥，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娘不是不愿意送你出嫁，她是……我知道的，她是心疼我。有你送我出嫁，我没有遗憾。哥哥，娘如今的状态，若是让她送妹妹出嫁，恐怕会出乱子，所以他派人守在了梅院门口，待今日过后再让她出来。谁在那里？兄妹俩的目光几乎同时看向了窗户那一边。沈明率先走了出去。你在这里做什么？半晌未听到回音，沈南星有些好奇，提起裙角也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那个毁了容貌的老花匠正佝偻着背，一脸慌张地站在沈明面前比划着什么，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老伯，您怎么来这了？老花匠朝他看了过来，浑浊的眼里隐隐有着诗意。老伯，您是来找我的？老花匠啊啊地点了2下头，眼中诗意好像更重了些，又摆了摆手，喉咙里咕噜着。不管你是来做什么的，我妹妹今日出嫁，你还是赶紧离开吧。这个红封给你，拿去买点好吃的。老花匠似乎有些着急，没有接红封，也不走，2只手在空中胡乱比划着。来人，把这位老伯带回美院。不远处有小厮靠近过来，老花匠连连摆手，眼中竟流出了泪来，一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住沈南星，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沈南星心里忽然感到一股刺痛，他抬手制止了小厮的动作。老伯，您是怕我出嫁后过得不好？老花匠连着快速地点了5、6下头。老伯，我这次要嫁的人是傅九离，也就是大家口中的9000岁，也是当今陛下亲封的离王。我很喜欢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也很愿意嫁给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会很幸福的。
老花匠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他好像很急，胡乱挥舞着手，喉中急切地发出沙哑的啊啊呜呜声。小姐，花匠来了，9000岁接您来了。老伯，我要出去了，你回美院去吧。嘿嘿嘿！老花匠伸手想抓住他，却被沈明挡住了。别闹了，赶紧回美院去。然后对小厮使了个眼神，小厮就快速过来，强行将老花匠拉着走了。走，哥哥背你上花轿。好。沈明亲手为妹妹盖上红盖头，又将她稳稳地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往外走，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待看到门口同样一身大红喜服、长身玉立站在花轿前焦急等待的傅九离时，沈明心头终于有了重生以来第一次的踏实感。他成功复活了妹妹，也成功将她交到了有能力护她一生的男人手上，他可以放心了。我今日就正式将妹妹交给你了，请你务必护她一世无虞。请兄长放心，若日后本王待夫人有任何不妥，任凭兄长处置。好，我信你。拜别祖父后，花轿便出发了。花轿后跟着的是长长的嫁妆，跟了好长好长，直到花轿已经进了离王府，还有嫁妆没出南阳侯府的门。百姓们眼睛都看直了，惊叹声不绝于耳。这场面竟是比皇室公主出嫁还要盛大许多。坐在花轿里，沈南星看着眼前晃悠的红盖头，听着外头的锣鼓喧嚣与嘈杂的热闹声，蓦然有些恍惚。自己重生一世，竟真的如愿嫁给了他，心底不禁漫上丝丝缕缕的甜，直像泡在了蜜罐子里一般。一直到他被牵引着完成了全部的繁缛仪式，与他拜完堂，又被送入了洞房，他上扬的嘴角都没有一刻放下去过。他坐在洞房里的大红床榻上，一想到如今他已成了他的妻，再过不久他就要来掀起他头上的红盖头，然后想到些许可能的画面，他的手指不由微微蜷起，捏紧了身侧的裙摆，脸颊上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热意。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似乎过去了很久，又好像没过多久。他听到了门吱呀打开的声音，随后也是沙沙的脚步声响起，让他的心不由跟着那脚步声提了起来。半晌后，一双红色的靴子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可沈南星屏息等了许久，那双靴子也停在他跟前许久，却始终未见下一步动作。9000岁，这是打算让你的新婚妻子顶着这红盖头到地老天荒吗？面前的红靴子似有些无措，胡乱地动了几下，紧接着沈南星就看到一杆喜秤出现在了视线里，眼前的红盖头被缓缓挑开，视线也渐渐变得开阔。他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张微红的俊脸。他今日可真俊呐！见美人一双乌溜溜的黑眸总盯着自己看，傅九离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你看我做什么？我原先以为我就喜欢穿黑衣服的男人，如今才知。什么？他们说成亲该当穿红色吉利，你若喜欢黑色，我明是。今日才知，原来我不是喜欢黑衣服，我是喜欢你。你穿什么颜色，我便喜欢什么颜色。傅九离脸更热了，被眼前美人炽热的目光灼的，他目光四处躲闪，手脚无处安放。沈南星站起身来，踮起脚尖，双手捧住他的脸。今日洞房花烛，你不看我哪里看呢？这么一来，女子白皙漂亮的脸孔顿时清晰地入了他的眼帘，那张饱满水润的红唇一开一合，分外诱人。傅九离顿觉口干舌燥，身上也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燥热感。你饿了吧？等一下。怎么？你方才是想亲我吗？我可以亲，夫君，可以亲。就像这样。美人红唇娇软，他很快就迷失在了这一吻里。两人之间的气息逐渐升温，让具火热的躯体越贴越近。李王，你给南星姐姐送个吃的，怎么送了这么久啊？宾客们还嚷嚷着要跟你喝酒呢。门外六皇子洪亮的声音由远及近的传了来。
房内两人措手不及的分开，一时间兵荒马乱。宾客还在啊？啊，他们还在外面，我怕你饿着，就先来给你送点吃的。那陛下呢？也还在。沈南星一惊，这男人竟把陛下和满堂宾客撇下，就为了给他送一口吃的。离王府那么多下人是没长手吗？他有些抓狂，快步将男人推着往外走。哎呀，你快走，快去陪宾客。男人回头，一双黑眸定定地看着他，不说话。你怎么还不去啊？你刚刚叫我什么？再叫一遍。离王府前院，觥筹交错，宾客们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尤其是陛下带着贵公公离开后，现场的氛围更是热闹，众人都闹腾着要与新郎官不醉不归。毕竟今日9000岁是前所未有的好说话，无论谁与他说什么，他都是和颜悦色的，偶尔还会笑谈两句，与平日里的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只是判若两人。有这难得的好机会，百官谁不想与他攀好关系呢？排在末位不起眼的一桌上，其余宾客都端着酒杯，或结交权贵，或相互寒暄去了。一时之间，这桌便只剩下了胡林与胡双儿兄妹二人。胡林一杯接着一杯往嘴里灌酒，胡双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他又一次将酒水当水一样往嘴里倒时，劈手将酒杯给夺了下来。双儿啊，别闹，把酒杯给我，给我。哥，南星姐姐已经成亲了，她如今已是离王妃，你该放下了。放下？凭什么是我放下？我好歹是个正常男人，傅九离他不过是个……胡双儿连忙伸手死死捂住兄长的嘴，又警惕地四处看了看。你说是想害死我们全家，你就再大点声。胡林却一把拍开胡双儿的手，从桌面上拿过酒壶，干脆用壶嘴直接往嘴里倒酒。我叫你别喝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胡林手中酒壶被夺，嘴巴接了个空，顿时气血上涌。他重重地拍了下桌子，发出一声大响，引得许多宾客都看了过来。抱歉，我兄长喝多了，请各位多多包涵。你喝醉了，走，跟我回家去。你让我放下，那你自己呢？你放下沈北月了吗？你若是放下了，为何眼睛一直粘在他身上？你自己都没有放下，有什么资格劝我放下啊？胡尚书在胡林拍桌子时就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朝这边走来，没曾想刚靠近过来，就听见了这一番话。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快跟你妹妹道歉！说完就担忧地看向宝贝女儿。这些日子他连沈姓人名、北边、月亮这种字眼都不敢在女儿面前提，更别说沈北月的名字了。胡夫人匆匆赶来，摸了摸儿子刚刚被打的脑袋。好啊，胡安国，你个老东西，你竟敢打我儿子！你儿子刚才质问咱闺女有没有放下沈北月，可凶了。胡夫人脸色骤然变了。你疯了吗？你明知道你妹妹……话说到一半又停了下来。胡夫人担忧的目光看向女儿。双儿，你……胡林的脑袋被爹娘的2个巴掌一盖，立刻就清醒了，也瞬间意识到了自己方才说了什么蠢话。双儿，对不起。双儿。胡双儿抬眼远远地看了一眼，此刻正与三公主说着什么，看起来笑得很是开心的沈明。像他这种品德败坏，就会沾花惹草的男人，我有什么放不下的？离王府的这场宴席持续了很久，直到深夜方散。待送走最后一位宾客，冷夜和冷风扶着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傅九离往洞房的方向走。哪知还未走到一半，傅九离便止住了脚步，怎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主子，去书房。主子，今日可是您大婚，洞房花烛夜，夫人她……醉了，不吵他。主子，可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冷风冷夜顿时语塞，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喝醉的主子，未曾想竟这般不讲道理。两人没法子，只得将人送到了书房。为了醒酒汤，将主子安顿好，两人才离开了书房。一出书房门，冷夜就皱眉道：“你也不劝着点儿，怎么让主子喝这么多酒？你行，你怎么不劝呀？哎，这还没喝交杯酒呢，主子都已经醉成这样了，只能委屈夫人了。”
随着两人走远，声音也越来越小了。但这句只能委屈夫人了，却让书房里的男人听得清清楚楚。傅九离本在闭眼强迫自己入睡，可那2句话却如魔音贯耳，不断在他脑中反复回旋。委屈？不喝交杯酒会让他觉得委屈吗？他本就爱哭，若是觉得委屈了，还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子。他该不会此刻正在偷偷的哭吧？短短的半刻钟，傅九离辗转反侧了10多次，终于还是掀开被褥下了榻。他刻意避开府里的暗卫，自己一个人轻手轻脚摸到洞房门口时，先是侧耳听了听，竟未听到丝毫动静。南星，他心里一慌，一把将门推开，就见女子迷迷糊糊抬起了脑袋。夫君，你回来了。傅九离见女子安好，心里提着的一口气才松懈下来，继而又有些哭笑不得。他竟会以为他在偷偷的哭，结果他睡得比谁都香。怎么趴在桌子上就睡了？沈南星嘿嘿笑着，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朝他张开了双手。夫君，爸。他又叫他夫君，还叫了2次。怀中女子香香软软的，独属于他的馨香让他忍不住的沉醉，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恍惚了好一会儿，他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南星，我们叫我夫人，听见没？夫人。对谁喊夫人呢？谁是你夫人？傅九离没法子了，只得将脸转回来，眼里包裹着女子的惊世容颜，低低唤了一声夫人。沈南星羞红了脸，迅速将脑袋一扎，就把脑袋埋进了他怀里。看着他的脑瓜顶，傅九离低低地笑出了声，感受到男人胸腔传出来的闷笑声。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不许笑。好好好，我不笑了。夫人别气了，为夫不笑了。哼，你方才想与我说什么？说吧。我们是不是该喝交杯酒了？是该喝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也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夫君。夫人。两人端着酒杯的手绕过对方的手臂，对视一眼后，低头饮下了那杯寓意着爱的合卺酒。酒杯放下后，沈南星笑吟吟地看着他。夫君，我们去睡觉吧。傅九离笑容僵在了脸上，仿佛方才压下的醉意朦朦胧胧又漫了上来，引得他脑子里一阵眩晕。啊，你怎么了？没事，晚上喝得多了点儿，休息一晚就好了。我今晚去书房睡，你也早些休息。说完也不等沈南星答复，回头就准备开门出去。今日洞房花烛夜，你是要让我独守空房吗？你要走就走吧，反正明日京城里流言四起，也不会说你9000岁哪里做的不对，只会说我不受宠。左右我也已经习惯了，你走吧。并不大的空间里，两人背对着背沉默了许久，最终傅九离转过身子，轻声来到沈南星旁边，搂住他的肩膀。若是夫人不嫌弃，那就一起睡吧。就是为夫醉酒，就得麻烦夫人照看了。沈南星冷哼一声，拉着男人的手就将人拽上了床榻。几个呼吸间，男人就已被他压在了身下。夫君什么酒量？莫非以为妾身一无所知？9000岁可是被称为千杯不醉。那什么千杯不醉的名声，都是他们杜撰的。事实上，根本无人敢给本王灌酒，如何能醉啊？嘴还挺硬。继续编，妾身听着呢。今日本王高兴，对他们脸色好了点儿，他们就一个个都来敬酒。本王来者不拒，确实喝了不少。好，你今日为何高兴？我嫁给你，我也很高兴。话音未落，他已将男人胸口的衣襟扒开，手探了进去。沈南星眸子里溢出难言的兴奋，正要进一步行动，左乱的手却被男人的大手抓住了。怎么，都成亲了还不许碰啊？没想到一抬头，就见男人另一只手按着脑袋，眉头紧蹙，一副极其难受的模样。傅九离，你怎么了？沈南星杏眼圆瞪，手探上他的额头。没发烧啊？夫人，我真的喝多了，头疼，
我去让人给你煮醒酒汤，我怕他们听到不该听的，就把人都给支走了。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春杏给你煮醒酒汤。等等，我已经喝过醒酒汤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真的？真的，夫人，你来陪我一起睡会儿，明早定然就好了。暗夜中，一丝轻微的声响，沈南星迅速睁开了眼，手腕上的银镯同时迅速化身轻巧匕首握于手中。他一跃而起，护在床前，凌厉地盯着忽然闯进来的女人。你是谁？夜闯离王府，想干什么？女人却陡然出招袭了过来，招式凌厉，招招致命。沈南星皱眉，几个来回间便已将人引至门外。在空旷的场地里，两人出招越来越快，招式也越发狠厉。你不是北越人，你来北越意欲何为？女人却只盯着沈南星手中的匕首，直接袖子一甩，飞速使出了几枚雪花形状的暗器。去死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迅即闪过，徒手将几枚暗器尽数接下。找死！傅九离周身散发着寒气，下一刻就朝那女人攻了过去。那女人只接了不到3招，便吐血倒地了。傅九离面露寒霜，一步一步朝着那女人走去。在傅九离走近时，那女人却骤然睁大了双眼。你是小九吗？傅九离并不理他，直接抬起了手。夫君，别杀他！傅九离犹豫了片刻，抬起的手才缓缓放下，回过头来看向夫人时，凌厉的眉眼已变得温柔。他险些杀了你。沈南星冲他扬起一抹安抚的笑。你刚刚为何一直看着我的匕首？这匕首你认识？那女人却看都不看他，只死死盯着傅九离。小九，你不认识小姨了吗？我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小姨。我夫人问你话，没听到？我认错了，我以为这是我姐姐留给我侄儿的遗物，看到它在你手上，我以为是你杀害了我侄儿，是你才对你下杀手，原来是认错了，这不是我姐姐那把匕首，对不起，姐姐，妹妹手到小九了，她还活着，还娶了媳妇儿，只是小九他入侵。但无论怎么样，活着就好。这时，暗卫们从天而降，齐齐跪下。属下重来迟，请主子责罚。没事，一场误会而已，将人送出去吧。是。然后整齐利落地站了起来，在一众跪着没动也没出声的暗卫中格外显眼。乔大、乔二、乔三、乔四，赏黄金100两，自去账房领赏。是。其他暗卫各罚20鞭，自去领罚。其余暗卫懵住了。是。主子，这是为何？傅九离扫了一眼在场所有暗卫。日后，王妃的话就是本王的意思。若有人再敢忤逆王妃，加重处罚。是。暗卫的声音整齐划一，终于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唯有冷风问道：若是您与王妃意见不一致呢？听王妃的，冷风再加20鞭。冷风瞪大了眼，虽不情不愿，也只得领命。是。众暗卫离开后，乔二撞了撞冷风的肩膀。知道为何主子多罚你20鞭不？为何？因为你蠢呗。乔二说完，一溜烟就飞走了。幸亏乔四早就与他说过，以后一切都要以夫人为重，因为主子自己都得听夫人的。他们做暗卫的能不听夫人的？乔四这人能处，帮他挣了100两黄金呢。人都走光后，院中就只剩下了傅九离与沈南星2人。沈南星嘴角噙着一抹冷笑，朝着傅九离一步一步靠近。夫人，装睡，装醉。夫人，你听我说。好，你说。夫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事啊？比我们洞房花烛夜还重要？沈南星一手抄起他的手，就往床榻那边走。转瞬间，傅九离又被自家夫人按在了床榻上。夫人，放开！夫人，名为铁骑。沈南星听到这几个字，忙碌的手终于停了下来。名为铁骑怎么了？傅九离稍稍松了口气。你当初把名为铁骑的兵符交给我，是担心被谢廷玉抢走，如今已无此威胁，兵符也该物归原主了。如今北越刚升了东来，又夺了东来10城，国内安稳，只要陛下能励精图治，持续富民强兵，名为铁骑便没有复出的必要了。名为铁骑毕竟是不被皇室允许的存在，
如今内无忧，外无患，若是复出，反倒多有麻烦。我前阵子也去查探了，他们除了暗中训练外，身居各行各业，如今日子过得很安稳，不必去打扰了。你觉得呢？名为铁骑，本就是你外祖父留给你的，如何处置，自是你说了算。无论你如何决定，我支持你。谢谢你。你我之间不必言谢，去把兵符好好收起来吧。无论用不用得上，总归是你外祖父留给你的纪念。好。沈南星起身去了隔壁的耳房，将名为铁骑的兵符仔细地锁在了一个隐秘的小箱子里。我放好了。他笑着走出来时，却发现床上已空无一人。原先傅九离睡着的地方留下了一张字条：为父有要事需立即处理，夫人先睡，勿念。有要事有要事，满京城谁不知道你今日成亲？莫非天要塌了，非得你去顶上？他对着纸团发了一通脾气后，想了想，还是没去找他，自己先歇息了。一来今日忙了这么一天，也确实累了；二来嘛，他与他来日方长。慕容嫣被请出离王府后，又哭又笑的，笑的是侄儿找到了，活着还娶了媳妇；哭的是他聪明乖巧的侄儿怎么就做了太监，这还怎么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那个位置？正悲喜交加，心情复杂时，心腹找到他，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慕容嫣火速赶回住所，就看见沈木满身鲜血站在院子里，双眼无神，一副失了魂的模样。他连忙走过去扶住他，一脸担忧：别人成个亲，我带你去观礼而已，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把秋儿杀了。没事儿，不就杀个人吗？不怕啊。乖，我带你去沐浴。呀，我现在才知道，我只有你才是真心爱我的。王夏秋那个贱人就是个荡妇，他这么多年都把我当替身，他心里一直爱着的人是沈渊。沈燕几近崩溃，在慕容嫣亲自伺候她沐浴时，卸下心防的她红着眼睛痛苦地述说了事情的经过。对不起，燕儿，我不该瞒着你偷偷去见她，那个恶毒的女人骗了我，我已经把她杀了。我以后就好好的待在你身边，哪里也不去了。我以后只有你了，燕儿。他坐在浴桶里，苍白的唇胡乱往慕容嫣身上亲，错过了女人眼底的森森冷意。亲着亲着，自觉不够，他伸手想将女人拉进浴桶，却被女人抬手挥开。沈燕愣住了。燕儿，你生气了是不是？是我不对，我被王夏秋那个贱女人骗了。慕容嫣一枚银针下去，沈燕的脑袋立时歪在了浴桶边上，沉沉睡去了。吩咐了侍女照顾好男人休息，慕容嫣来到了院外。出来。他对着虚空唤了一声，随即落下了一道黑影，恭敬地半跪在他跟前。他现在的模样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是。按照老巫师的说法，如今他已经全身心只信赖您一人，便可以进行下一步，彻底摧毁他的信念，如此他体内的另一个魂魄方才有望醒来。那个女人死了？本来没死，属下补了一刀，如今死透了。委身于他了。是，属下的眉眼与沈渊有7分相似，那女人又十分热衷于情事，以身诱之是最快的方法。委屈你了。能为陛下分忧，属下万死不辞，区区男色，不足挂齿。下去吧。是。慕容嫣守在沈燕的房中，地上摆了满满一地的酒坛子，从天黑等到次日天黑，沈燕方才悠悠转醒，睁开了眼睛。来，我陪你喝酒，咱们一醉方休。沈燕看着女人温暖的神色，原本神伤的心顿时熨帖。好，一醉方休。两人从屋内喝到了屋外，又喝到了屋顶。随着夜色渐深，远处有鸡鸣声传来时，两人都慢慢的有些神志不清了。你喜欢我吗？喜欢。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早在你救了我，胡搅蛮缠不许我离开的时候，就喜欢了。只是那时我不断告诫自己，我已经有秋儿了，我不能背叛她。
所以不敢正视自己对你的感情。妍儿，我爱你。可我不喜欢你，沈燕，我恨你。妍儿，你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我讨厌你，尤其是每每看到你的眼睛，都让我心生厌烦，恨不得将你杀之而后快。不可能，不可能！若你对我无意，当初又怎会耗费那么大的心神救我，还有了那么多珍贵的药材，你细心照顾我，守着我寸步不离。那是因为我深爱着你这副皮囊。你恶毒、执拗、自私，相濡以沫半辈子的女人说杀就杀，像你这种小人，凭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你凭什么抢走她的皮囊？凭什么？你爱的人是他。是，我爱的人叫沈木，他温柔善良，为人谦逊，待人谦和有礼，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抢夺他人性命。我爱他，他也爱我，可就因为你夺了他的身体，害得我们分离这么多年，你该死！女人，你们女人都是骗子！沈木，沈木他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他根本就是一个伪君子。当年要不是靠我，他沈木早就死了。这是沈木欠我的，这是沈木欠我的。还有你又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救回一个早就不存在的人，欺骗我的感情，你跟王夏秋又有什么区别？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谁不存在了？你说谁不存在了？我说沈木，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彻底消失了，你永远也别想找回他。神色癫狂间，一脚踩空，从屋顶上跌了下去。不要！慕容烟瞳孔骤然收缩，一个纵身就跟着他跳了下去。好在男人被他的侍卫接住，慕容烟猛然松了口气，极度紧张之下昏厥了过去。黑衣男人飘了出来，稳稳当当的将他接住，抱在怀中，稳稳的落在地上。过了小半个时辰，慕容烟才悠悠转醒。他呢？他怎么样？大夫看过了，皇甫并无生命危险，但陷入了重度昏迷。他何时能醒来？大夫说，皇甫受了巨大的刺激，不能确定何时能醒来，但若是找到他在意的东西，再度刺激一次，或可醒来。那他再次醒过来时，若刺激对症，醒过来的有可能是皇甫。离王府，沈南星一大早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来，任由春杏帮他穿衣梳妆。傅九离呢？9000岁已经去东厂处理公务了，先前来看过您，见您没醒，就吩咐奴婢不要喊您。他来看过我呀？是呢，9000岁寅时就来过了。寅时天都还没亮，他在那时候来看他，就是不希望他醒着吧。左右他现在已经嫁给他了，日日都能见着他，也没什么好心急的。他晚上总归要回来休息的。想通后，他就与一干丫鬟奴仆忙着整理昨日送来的大笔的嫁妆，这一忙就忙了一天。夜里他用过晚膳后，就在卧房的桌旁坐着等他。谁曾想等着等着，竟等睡着了。再度醒来，又是天光大亮，已经是第二天了。沈南星人是躺在床上的，被褥是盖得好好的，就很气。春杏，春杏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王妃您醒了，奴婢伺候您起身。傅九离昨晚回来了？是啊，可是那时候您睡着了，9000岁不许奴婢叫您。今日白天，沈南星特意睡了个长长的午觉，睡饱了。到了晚上，他神采奕奕地坐在卧房里等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今日无论他多晚回来，他一定要等到他不可。太阳尽完了最后一丝直色之后，消失在了天际，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卧房里亮起了烛火，外面响起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沈南星面上一喜，站了起来，却在看清来人的模样时，脸上的笑容疏忽消失了。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在下姓唐，名孟泽，家世清白，身心干净。9000岁命在下今晚来服侍您。隐在暗处的男人，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卧房的门，已经2个时辰未曾挪动一步了。
那个男人进去了，未曾被赶出来。烛火熄了，他接受了他。床榻轻微的摇晃声不断碾磨着他的耳朵。冷夜陪着他站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此时看到烛火灭了，里面还传来那种声音：主子，成了。他能看出来主子是喜欢夫人的，但是就是不知为何在这种事情上，主子竟让他去寻一个替身来。纵然这唐梦泽眉眼与主子有3分相似，又刻意学了主子的打扮，也穿了一身黑，可这种事情怎么能替呢？冷夜想不通，看到主子还这般自虐地守在外面，就更想不通了。主子，走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既然已经做了决定，而现下事情也已经如愿成了，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他会怪我吗？冷夜沉默了片刻。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会。傅九离并未再说话，只合了合眼皮，将目光从卧房的方向收回。他知道他可能会怪他，可他别无他法。洞房花烛夜那晚，他就看出他很想，可他不能将她娶回家成为他的妻子，已是委屈了他。他这方面既有需求，他便该满足他。走吧。冷夜无声地跟在他后面。忽然一道女子的娇吟从卧房里清晰地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男人的闷哼声。冷夜一怔，下意识抬头看前面的主子，却眼前一闪，眼前的主子不见了。冷夜迅速循着声响看过去，主子正站在卧房的门前，而卧房的门塌了。床榻上只有他夫人一人，且衣衫完好的穿在身上，连鞋也没脱。此时正端正地坐在床边，一双灵动的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傅九离看着眼前被自己弄出来的一地狼藉，微微垂下了眸子，有些不敢看他。沈南星本已经到嘴边的那一堆要质问的话，在看到他这副可怜模样时，尽数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朝着男人小跑几步，一头扎进了他怀里。夫君，有坏人，就是这个人，他入室抢劫。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看到先前进来的那个男人被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塞在床底下。9千岁，我没有，是您让。我夫人从不说谎。冷夜，将这个抢劫犯送官。听到主子吩咐，冷夜来不及捋清思路，忙不迭将唐梦泽一把提起，扛在肩上，大步往外走。大人，明明是您让我。闭嘴，你就是入室抢劫，跟我去见官。大人，草民冤。夫君，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今日事情多，便耽搁了点时间。绝口不提自己在外面吹了2个时辰冷风的事。咱们今晚……傅九离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向了被自己一脚踹塌了的门，抿了抿唇。今晚去西厢房睡吧，等这里修缮好了再搬回来。好。分外乖巧的被他牵着手，一路步行着去了西厢房。2个人安安静静的各自沐浴完，穿着中衣并排躺在了床上，只是2人中间就跟隔着天堑一般，相距甚远。沈南星将手伸到最长，才够到男人的手。睡不着吗？傅九离，今日那人不是抢劫犯。对不起。我不怪你，但你能不能别再把我推给别人了？夫人的哽咽声，通红的眼眶刺得傅九离心里一疼，他长臂一伸，就将人捞到了怀里。对不起，对不起南星，是我没用，我乃无根之人，身体残缺，本该孤独一生，不该招惹你，可我卑劣自私，娶了你回来，却又没法履行为人夫的责任，让你受委屈。沈南星越听越不对劲，陷入悲伤中的情绪都暂停了。虽然他此刻有点可怜，但他竟然好像自己误会了什么。若是这般，那今日发生的一切就说得通了。傻不傻？也罢，难得听他说一回心里话，先听他说完。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做到看你与别的男人亲近。那一刻，我想毁了这世界，想将那男人挫骨扬灰。虽然，你可不可以？可以。傅九离，你听好了，首先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与你身体是否有缺并无关系，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十分乐意嫁给你。其次，
你是我的夫君，你不用问我可不可以。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与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有任何亲密的行为。最后，你是不是以为你不行？沈南星从床上坐起身来。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他出去了半晌，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画册，双手递给他，脸颊微红。你仔细看看，学习一下。在他接过画册后，他就背过了身去。这也太难为情了。傅九离一眼就看到了书封上的几个字：春宫图。愣了片刻后，他将画册翻开，只看了第一页，就看到没穿衣服的男女抱在一起，姿势……南星，这书……仔细看，看懂了再与我说话。在夫人旁边看这种书，可夫人要求了，他只得将目光又移回了书上，眉头紧锁。夫人到底要他看懂什么？没有头绪，只得忍着脸热，一点一点将画面的每一处都认认真真看一遍。忽然他愣住了，这不与他之前在梦中对夫人做的一样吗？这里面的男人也是用那处，好像除了比他的小一些，并无什么区别。傅九离眸中全是难以置信，怔怔地将整本册子来来回回翻了3、4遍才停下来。沈南星虽背对着他，总归能感受到他的坐立不安，给自己做了好几次心理建设后，他才回过了身来。看懂了？太监是没有那东西的。当猜测得到了证实，傅九离心底蔓延出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喜悦。当年我乳娘带我逃难来到北城，后来遇到灾荒，活不下去了，是我乳娘给我净的身。我一觉醒来就进了宫，也是我孤陋寡闻，只听人说起晋升后不能娶妻不能人道，并不知各种细节。他大腿根有一道极深的伤疤，流了很多的血，休养了很长时间才能正常走路。乳娘也是用心良苦。他的眸子湿润了，在许多次对心爱之人求而不得的苦苦挣扎时，他曾怨过他，却原来他从未真的让他成为太监。那你原本是哪国人？西宁。那这些事日后再说，当下有更重要的事。什么？红唇被温热覆上，没说完的话自是忘得无影无踪了。顷刻间，两人衣衫尽碎，赤裸相对，自是干柴烈火。当剧烈的疼痛传来时，沈南星脸色发白，一口狠狠咬在了男人的肩膀上。对不起夫人，我不动了。沈南星闭着眼睛深呼吸几口气，稍稍平复后，可以了，你继续。可以吗？沈南星多少有些难为情，见他还追问，将头扭向了一边。你到底行不行？那夫人您忍着点，我看书上说一开始疼，后面就好了。少废话。沈南星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何时睡去的，只隐约记得外面鸡鸣声响起的时候，某人还在忙。他醒过来时，天又已经黑了，他却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某人身体力行地告诉了他，他很行。脑中闪过昨夜两人对对方身体的疯狂贴近与探索，他的脸颊不禁燥热起来。暗中怒骂几句后，他用力撑着身子起来，打算先穿件衣裳再叫人进来伺候，好歹遮一遮。这时外面有沉稳的脚步声快速踱了进来，是傅九离。夫人，你醒了，饿不饿？沈南星将脸扭向床那一侧，此刻一点也不想理他，尤其是男人显然步履稳健，声音轻快，他就更不想理他了。同样是累了一夜，凭什么他就能跟个没事人一样？为夫伺候你起身吃点东西可好？膳食一直给你温着在，你起来就能吃。沈南星不理他。对不起夫人，昨夜为夫是第一次，太激动了，以致失了分寸，让夫人累着了。下次为夫一定注意，夫人就原谅为夫这一次，好吗？这让他怎么接？其实仔细想想，昨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抿了抿唇，他将脑袋转了回来，只是眼睛还是不好意思看他。春心呢？我让他们都出去了，省得吵到你休息。为夫伺候你起身，可好？好。男人的大手抚上了他光裸的脊背，稍稍用力就将他扶得坐起了身。被他的手碰到的皮肤滚烫，
眼睛又看到男人看他的眼神陡然幽深，一看便是又不正经了。傅九离，夫人，再来一次，啊？傅九离，可以吗，夫人？我饿了。那用完晚膳再来一次，好吗，夫人？在男人如影随形的滚烫视线和从未有过的可怜巴巴的祈求下，沈南星终究没有坚守住阵地，投降了。那说好了，就一次。好的，夫人，为夫这就伺候你穿衣。傅九离利落地为夫人穿衣梳头，将放着餐食的桌子都搬到了床边，好让夫人不用下床就能用膳。在夫人的言辞拒绝下，才没有亲自为夫人用膳，却也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她旁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沈南星向来喜爱美食，像这般吃完了都不记得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的，这还是头一遭。食不知味，纵有刻意拖延，也很快便饱了。几乎是才刚一放下碗筷，他就被男人轻轻地放倒在床榻上，随之而来的便是男人健硕有力的身体。傅九离，夫人别怕，为夫轻轻的。你是想太监的事，一旦被人知晓，便是欺君之罪。你可有想过要如何应对？夫人放心，府中护卫一向严密，此事短时间内不会被人知晓。至于以后，我会安排好，夫人不必担忧，为夫定会护你周全。沈南星还是不放心，以上一世的经验来看，北岳帝并非善茬。别想那么多，凡事有我。你还是早些休息，明日可要回门了。明日便要回门了，不是3日才……说着说着就进了声，他在床上就过了一日了。想起这个，他眉心蹙起。可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啊。夫人放心睡吧，为夫都准备好了。夫人若是还不想睡，不如我们再……沈南星面色陡然一变，迅速拉过被褥蒙过头顶。我睡着了。他这是真当他是禽兽了。他便是再想，也还是明事理的，总不可能让夫人顶着一脸倦累的模样回侯府吧。北岳皇宫御书房，北岳帝的书案对面约莫3尺处，悄无声息地放出了一个浑身包裹着黑衣、头戴黑色斗笠的人。他成亲后的日子如何啊？心情可有好些？他有可能不是太监。你说什么？北岳帝面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整个人从书案后猛地站起。他有可能不是太监。此事可有证据？没有证据，但有90%把握。次日一早，傅九离陪夫人回门，回门里是早就备好的，装了足足6辆马车，一路上惹得百姓们再次惊叹了一番。毕竟谁家回个门带这么多礼的？2辆马车都很罕见了，离王府竟准备了6辆马车。你的情况当真不会泄露出去吗？万一陛下知道了。傅九离直勾勾地看着今日盛装打扮的夫人，明眸皓齿，瓷白如玉，让他分毫移不开眼。他的夫人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好在我之前因泡了寒池，身体受损，不会有孕，否则更是难以遮掩。喂，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夫人怎样都好看。傅九离，我在跟你说正事呢。夫人，此事只有你我知晓，下人们都被我遣走了，他们并不知情。冷夜、冷风和轿夫们的耳力好，最多他们可能会有所察觉，但即便如此，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不会泄露出去。你是说他们听到了？也不一定，他们隔得远。沈南星沉默了，一时间心情颇为复杂。暗卫隔得远，可他们动静不小啊。夫人啊！沈南星忽然回神，下意识扭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处，这一动，脸颊就被一抹温热扫过，两个人都怔住了。沈南星咽了下口水，脸好烫，尤其是被他唇蹭过的地方，瞬间就勾起了他昨夜的记忆。他的唇几乎走遍了他的全身，处处点火。夫人，沈南星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马车的车壁，就是不敢看向近在咫尺，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呼吸的男人。夫人，可以吗？你疯了是不是？这是在马车上，外面那么多人。夫人，我忍不住了。沈南星瞪大了眼，可还未等他说什么，整个人就被男人箍进了怀里，紧接着他的唇精准找到了他的。
双唇紧贴，逐渐深入。沈南星的身子不由瘫软了，只觉浑身的力气都在这一吻里神奇的消失了。他抽空用余光扫了一眼随着马车行进悠悠晃动的车帘，也罢，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就在他以为男人会有下一步动作时，他竟放开了他，将他扶正坐在了软榻上。沈南星一愣，怎么了？是为夫方才没让夫人满意？辛苦夫人再忍忍，等今晚为夫再……话未说完，脑袋上猝不及防挨了一下打。原来被夫人揍是这种感觉呀！谁让你骗我的？该打！是，为夫该打。我骗你什么了？你，我什么？你问我可以吗？还说你忍不住了，结果你又……哼！我方才是问你可以亲你吗？我忍不住想亲你了。沈南星这时才知晓是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脸上滚烫滚烫的，红的像天边的火烧云，却无论如何不愿再看他一眼了。夫人，为夫刚才撒谎了，为夫就是想要你了，无时无刻都在想，因为担心夫人笑话，我才说谎了。夫人能原谅我一夫吗？他的声音又慈又郁，气息喷洒在耳边，沈南星连耳根都红透了。那你刚刚怎么不……夫人在我心里是最珍贵的珍宝，在马车这种地方怎能真的轻薄了你？一直以来都是沈南星追，傅九离逃，万万没想到他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是太监，女人那点招数跟他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的。马车到了南阳侯府门前，刚一停稳，傅九离就率先下了马车。傅九离亲自撩起车帘，夫人下来吧。沈南星一抬眼就看到了侯府门口等待的众人，祖父和兄长都在看着呢，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我自己下来。可男人却跟没听到一样，仍旧伸手等着他。他瞪了傅九离一眼，这才妥协地将手放在他的手心。可没想到手才刚落在他的手心，他就拉着他的手往前一拽，他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朝着他跌了过去，被他牢牢接住，抱了个满怀。夫人怎么这般不小心？幸好为夫及时接住了你。快放我下来！他的夫人真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女子，但见夫人懊恼，他好歹是将人放了下来，转身对沈老侯爷行礼。祖父，兄长。沈老侯爷冷哼一声，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哎，妹夫来了。哦，南星回来了，快进屋去。对孙女婿是只字不提。傅九离也不介意，与沈明一块跟在祖孙俩后面走。老爷子的态度你别介意，毕竟是你先拐走了他最疼爱的宝贝孙女。我不介意。祖父没把他关在门外，就证明是认他这个孙女婿的。他都已经娶到最好的夫人了，被祖父冷落一下又有什么要紧的？一家人热热闹闹用完膳后，沈老侯爷困了，便回了院子午睡。沈南星夫妇与沈明一起散步消食时，一起来到了沈明的院子。沈明知道妹妹想问什么，给妹妹妹夫面前奉上热茶后，刚一坐下便道：谢廷玉流放那日，给谢廷玉取出体内蛊虫的就是南疆女皇慕容嫣。他的眸中闪过担忧，若是沈燕已经被抹杀，那他爹的下落岂不是永远也无人知晓了？至少谢廷玉流放那日他还是沈燕，不过如今是什么情形就不好说了。那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说是晚了我怕。可我的探子查了这些时日，只查到他们住在城北，具体位置还没有探查清楚。但你别急，我的人日夜在查，应该不出10日就能有结果。他们总归要出门不是？妹夫啊，东厂人手渗透事情，你看能不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找南疆女皇？与沈墨有什么关系？沈南星看了他一眼，被细江前阵子去寒山寺祖母说的话与傅九离转述了一遍。我本想早些与你说的，可一直没找到机会。傅九离神色一正，知晓了夫人的意思。此刻回想起来也是懊恼不已。若是早知自己是个正常男人，他又怎会刻意躲着夫人，还干出那等事？夫人放心，3日之内，为夫必定找到南疆女皇的住处。三人这一说就说了许久。待从沈明的院子里出来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沈明顺着妹妹的视线看过去，叹了口气：唉，你也许久没有见过娘了，去看看她吧。不了，她不会想见到我的。
在与傅九离成亲之前，娘便总是说些难听的话，不堪入耳。如今若是将他带到娘跟前，还不知娘会如何咒骂他。他不愿他的夫君受到任何委屈。对了，老花匠最近还好吗？他不见了。什么？我成亲那日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会不见了？你成亲那日我从离王府回来，就再没有见过他了。我问了夏荷，夏荷说……他说什么？他说老花匠本就疯疯癫癫的，也不知是从哪里跑来的，娘见他可怜才收留了他，如今不见了也不奇怪，可能又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吧。沈南星有些失神，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舒服。他那个样子，一个人走丢了可怎么活下去啊？夫君，夫人别急，为夫回去就发动东厂所有力量帮你找人啊。次日清晨，离王府，傅九离醒过来时，夫人还睡得正香。他一只手撑起身子，凝望着安静地躺在身侧睡着的夫人。他微微俯身，克制地在她的额上、唇上各自印下轻轻一吻，才轻手轻脚起身穿衣。他昨晚未忍住，一不小心又把夫人给折腾狠了。夫人这一觉至少要睡到中午，他出去一趟，快些回来，还能赶上与夫人一起用膳。骑马疾行半个时辰后，傅九离来到了城北一座极其隐蔽的庭院，站在门口伸手叩门。才叩到第二下，大门就被从里面拉开了。小九，小九，快进来！小姨就知道你会来，你自小就聪明，定是认出小姨了。傅九离走了进去。沈燕是不是在你这里？你……我是来找沈燕的，她杀了我岳父。小九，沈燕她不……我不会伤害她。我今日来，只是想知道我岳父的尸身下落。你当真不会伤害他？沈木是我师父。你师父？是。我入宫后半年，他找到了我，是他教我功夫。所以，你现在在做的事，也是我想做的。沈燕才是凶手，沈木不是。他提心吊胆，暗中查探许久，幸好杀了岳父的不是师父。只要彻底抹杀掉沈燕，让沈木回来，就算是为岳父报仇了。慕容嫣这才松了口气，同时又很感慨造化弄人。他当年没找到侄儿，却没想到阴差阳错，皇夫竟是侄儿的师父。他将傅九离带到了后院最大的那间厢房，床榻上男人沉沉地睡着。怎么回事啊？想起这些日子自己的做法，慕容嫣颇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面对自己的侄儿，就更说不出口了。但既然小九问了，慕容嫣还是忍着羞赧，原原本本将事情说给了他听，只是将各种细节一概略过了。也就是说，现在还不确定他是沈燕还是沈木，有可能沈燕已经消失了。是，但若是你要为了问出沈渊的下落，一定要换回沈燕的话，我不同意。傅九离没说话。小九，小姨知道你爱夫人，想帮她找到你岳父的尸身，可小九你知道吗？小姨余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回沈木。我与他还有个女儿，他从未见过父亲。小九，算小姨求你了，不要阻止沈木回来，好吗？我何时说了要阻止他回来了？他不只是你皇夫，他还是我师父。你按你的计划来吧，我不会打扰。至于我岳父的下落，我会再去查。说完转身迈步离开。小九，还有事吗？他还要赶回家陪夫人用膳呢。慕容嫣快走几步来到他跟前。你是怎么打算的？若是侄儿没净身，他肯定是要劝他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位置的。若是侄儿没净身，他肯定是要劝他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位置的。可如今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等这阵子打点好了，我准备向陛下辞官，然后回西宁。真的？可你是太监啊。后面几个字话到嘴边，慕容嫣也没能说得出口。我已经部署好了，1个月之后就辞官离开。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将你的皇夫唤醒吧。我得走了，有消息记得给我传信。话音未落，人已脚步匆匆出了院外。慕容嫣反应过来追出去时，侄儿早已策马离去，只能远远地看到一人一马奔腾的背影。他笑着摇了摇头，他这侄儿啊，定是急着回去见夫人了。太阳将落未落之时，
慕容嫣派人找工匠定制的安装有马车轮的椅子送到了。他试过确保没问题后，小心地将床上躺着的男人扶起，又亲自将他抱起，轻轻放在了椅子上。夫君，今日夕阳甚美，我推你出去走走可好？他笑了笑，便直起身，推着男人缓缓出了院子，顺着一条少有人烟的小道上慢慢走着。慕容嫣一边走一边与他诉说着这些年他一个人是如何又做女帝又亲手将女儿拉扯到这么大的。说到高兴处便腾出一只手来比划，说到难过处，一双狐狸眼便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椅子底下的轮子碾过道路上的枯叶，眼见着已经快要到那条早已安排好的小巷，他抓着椅背的手不由握紧。夫君，我好想你，求你回来。慕容嫣推着男人步入了那条阴暗的小巷，行至半途，从天而降数十个黑衣人封锁住了巷子两端，将慕容嫣二人堵死在了巷子里面。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小娘子长得这么漂亮，你说我要干什么？简直找死！慕容嫣唰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根柔韧的软鞭，一鞭子就朝着那帮黑衣人抽了过去。那帮黑衣人举剑迎了上来，慕容嫣一人与他们缠斗在一起，一根鞭子力道极大，舞得密不透风，数十个黑衣人竟进不得他的身。打椅子上那个小白脸，往死里打！数十个黑衣人几乎是同时举剑朝着椅子上坐着的男人刺了过去。不要！慕容嫣一声惊呼，冲过去拼命将靠近椅子的黑衣人赶开。奈何对方人数众多，他逐渐力不从心，身上被豁开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瞬间浸透了他雪白的衣裙。小娘子，只要你乖乖从了我就饶了那个小白脸一命，如何？你做梦！体力逐渐不支，支撑了大半个时辰，杀死了半数的黑衣人之后，慕容嫣最终还是被擒住了。他被两个黑衣人压着跪下。哎呦，小娘子还挺凶，不过我喜欢，够劲爆。那个小白脸是你男人？关你屁事！他都半死不活的了，还能满足你吗？不如跟了哥哥如何？只要你把哥哥伺候好了，哥哥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黑衣人的手乍然被咬了一口，他气得一巴掌扇在了女人脸上。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老子把这女人扒光，老子现在就要办了她！几个黑衣人听令，立刻就去扒慕容嫣的衣服。慕容嫣看着不远处椅子上坐着的男人，仍旧昏迷不醒的样子，眼泪流了出来。夫君救我！夫君！可男人仍旧闭着眼，平和安静，无动于衷。尽管慕容嫣用尽全力剧烈挣扎着，她的外衫还是被四分五裂的脱掉了，若是再脱一件，就只剩下肚兜了。师父救我！你醒醒！求你回来！到这时候了，我劝你乖乖听话，还能少受点苦楚。你看看那个小白脸儿，他都自身难保了，你指望他救你？你就是在他跟前被老子办了，他都只能乖乖看着。啊，不对，他是快死了吧？一直没醒过。你死了，他都不会死。为首的黑衣人也不生气，摇了摇头。不信啊，老子现在就办了你，就当着他的面给他看。来，把他手脚按着，老子自己来脱。巷子外面不远处，一队黑衣劲装的人手整齐肃立着，每个人的手都按在了剑鞘上，时刻准备着动作。老大，还不动手吗？还未收到陛下指令。可这情势……再等等。巷子里为首的黑衣人手已经碰到了慕容嫣的中衣，那巨大的力道袭来，他能感受到，只要一瞬，他的中衣就会破碎。慕容嫣绝望地看向椅子上依旧安静地靠在椅背上的男人，他闭上了眼，两滴泪顺着眼角滑落。他是真的不在意他，